突发，全球大涨，美联储要出大招了。如果你昨晚还没刷新闻，今天早上可能会惊讶，怎么美股突然飙了，黄金也疯涨，连比特币都跟着起飞。原因就出在一个人身上，鲍威尔。在周五晚上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终于松口了。他说了一句看似平常却足以震动全球市场的话：经济风险在不断变化，而这种变化让美联储有了更充分的降息理由。别小看这句话，它几乎等同于提前宣布9月份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。消息一出，市场像被电击一样，原本对降息半信半疑的投资者瞬间加大了压注，9月份降息的概率直逼 90%。 全球资产价格随即全线狂飙，道琼斯指数在1个小时内拉升 1.98%， 标普500飙了 1.64%， 纳斯达克几乎快 2%。 黄金价格更是只用半小时就暴涨40美元，比特币冲上 11.64 万美元，以太坊涨到4614美元。别忘了，这些可是全球资金风向标，涨这么猛，就说明市场信号已经彻底扭转。可奇怪的是，在鲍威尔讲话之前，市场对降息的情绪其实是偏悲观的。月初的时候，大家还觉得降息稳了，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差得离谱，市场预测9月降息概率一度冲破 90%。 但随着一些美联储官员轮番上台讲话，把通胀回升的理由拿出来泼冷水，市场降息预期被压到了 70% 以下。很多投资者甚至担心鲍威尔会利用这次会议继续打压降息的想法，结果没想到他突然转向。这就是第一个悬念，一个此前宁愿硬刚总统，死活不想降息的美联储主席为什么突然转性了？鲍威尔给的解释很官方，风险平衡在变化，就业市场不如预期，关税导致的价格上涨只是短期效应。意思翻译一下就是，比起通胀，美国经济的失业和增长放缓更急，更需要降息来刺激。但如果你只听这一层，等于看热闹没看门道。真正的核心原因其实是美国的债务危机正在逼近，而美联储降息是给财政部收拾烂摊子。先看一个冰冷的数据，截至目前，美国国债总额已经突破37万亿美元，光是利息支出每个月就要接近1000亿美元，全年预计高达 1.2 万亿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1/4要拿来还利息。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有1/4被债务利息吃掉，你可以想象这压力有多大。问题还不止于此，美国债务的结构正在发生危险的变化。以前美国习惯发长期国债，今天借的钱可以拖10年、20年再还，压力没那么大。可现在呢？短债的比例直线上升。2023年短债占比还只有 15%， 今年8月份已经飙到 21.29%， 创下10年来最高。换句话说，美国越来越依赖拆东墙补西墙，不断用短期债滚短期债。短债有2个致命风险：第一，利息支付周期太短，你拖不了，一次违约，信用就炸；第二，市场要是缺流动性，没人愿意接盘，你很可能就借不到钱，财政立刻断粮。所以，美联储这次突然转向降息，表面上是救经济，实质上是给财政部缓解利息压力，维持市场流动性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债务还能继续转下去。这时候，你可能会想，美国不是全球最强经济体吗？怎么会被债压得喘不过气？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更深的问题，税收减少，支出还在增加。还记得几年前的大美丽法案吗？川普主推的减税政策直接让美国财政收入缩水，但政府开销呢？一分没少，尤其是国防、福利、
基建这些都是要及时掏钱的。收入少了，支出还在，缺口只能靠借债填。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，大量依赖短债，靠不断发新债维持财政运转。但问题是，债越来越短，利息越来越沉重，财政部手上的钱永远不够用。如果美联储不降息，那利息支出还会继续飙升，很快就会把财政拖垮。所以，哪怕之前不愿意，现在鲍威尔也只能低头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，鲍威尔这次不是向市场妥协，而是向财政妥协，更准确一点，是向总统妥协。表面看他们互相斗得很凶，其实背后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因为美国的财政和国债绝对不能倒。接下来要看的是降息消息对全球市场的具体冲击。昨晚港股已经收盘，但港股期货在鲍威尔讲话后直接飙涨 2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港股对美联储的流动性极度敏感。一方面，港股的资金来源大多是外资，美国降息后，全球流动性增加，自然会有资金回流。另一方面，最近大 A 的热度太高，港股反而成了价值洼地。资金一旦要找低位市场避险，港股就是首选。相比之下，大 A 受影响就没那么大了。大 A 最近的行情更多靠的是内部流动性支撑，而不是外部资金。换句话说，美联储降息对大 A 当然是利好，但不会决定走势。真正影响大 A 的是国企资金、居民存款这些内部流动。所以你看，鲍威尔这次一句话牵动的不只是华尔街，而是整个全球金融的脉搏。说到这里，问题就来了，如果美联储真在9月降息，美元会怎么走？你可能会本能地觉得，降息应该会让美元贬值。没错，从理论上看，降息意味着利差优势下降，美元资产吸引力减少，资金会流出去，美元就会走弱。但现实往往更复杂，因为美元不是普通货币，它是全球的结算工具。很多时候，美元不跌反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美联储降息，市场流动性增加，新兴市场风险资产价格被推高，全球资金运转更依赖美元。很多国家需要借更多美元来应对资金流动，反而让美元需求保持强劲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短期美元可能会下跌，但中长期美元的强势地位不会轻易动摇。但美元的地位稳固不代表黄金没戏，恰恰相反，黄金反而会是最大受益者。你要知道，在全球资产配置里，黄金的逻辑跟股票、债券不同，它不是靠收益吸引资金，而是靠信任。降息一来，利率下降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减少；二来，市场会觉得美元可能进入长期宽松周期，那黄金自然就成了对冲工具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市场盯着的不只是美联储，而是全球央行的集体动作。欧洲央行、英国央行，甚至日本央行都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。如果美国带头降息，其他央行很可能跟进，那结果就是全球进入新一轮货币宽松潮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当所有货币都在贬值，唯一不会被无限稀释的就是黄金。所以我认为未来几个月，黄金可能会迎来一波强劲行情。市场早已嗅到这种味道，否则昨晚不会短线拉升的这么猛。再来看加密货币，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鲍威尔只讲了一句话，比特币和以太坊就能一天涨3%、8%？其实逻辑和黄金类似，
加密货币本质上也是对冲工具，它不像黄金那么稳定，但它能放大情绪。降息意味着市场流动性增加，资金要找出口。传统资产涨幅有限时，资金往往会流入加密货币，把价格瞬间推高。尤其是比特币，它越来越被视作数字黄金。一旦市场预期美元要进入宽松周期，比特币就成了情绪的放大器。不过，和黄金不同的是，加密货币风险大得多。行情火爆的背后也伴随着极端波动。举个例子，比特币去年底才跌破9万美元，不到半年又冲到11万以上，短短几天就能大起大落。所以你看，比特币的涨势其实是政策加流动性加情绪的综合体现，而不是单纯的价值逻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机构越来越喜欢用比特币做短期资金的避风港，甚至用它来对冲美元资产的风险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发现一个有趣的连锁反应：美联储降息，全球流动性释放，资金寻找出口，黄金暴涨，比特币飙升，港股走强，美元地位短期受冲击，但长期依旧稳固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这一轮降息究竟是短期的权宜之计，还是长期的政策转向？如果是短期的，那就意味着美联储只是想给财政解压，等度过眼前的债务危机，再慢慢收紧。这样一来，市场反弹会是短暂的。但如果是长期转向，那就意味着美国财政的窟窿比想象的还大，美联储不得不长期宽松。那后果就是美元体系被消耗，全球资产价格进入新周期。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，因为财政缺口是结构性问题，不是一次降息能解决的。美国的税收减少，支出过大，国债短期化，这些不是1年2年能逆转的。换句话说，降息一旦开闸，很难再收回去。这时候，最大的赢家是谁？表面上看是股市和黄金，但真正的赢家其实是美国财政部。为什么？因为降息让利息支出下降，让债务还能滚下去，财政部暂时缓了一口气。但最大的输家是谁？全球的储蓄者。当利率下降，存钱越来越不值钱，货币购买力下降，普通人的财富被无形中稀释。你存的美元，你买的美债，看起来还是那个数字，但它的实际购买力已经偷偷缩水。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的投资机构总是能先一步赚钱，而普通人总是最后接盘。因为机构知道，美联储一旦转向，就意味着新一轮财富转移开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把视角拉远一点。美联储的降息不只是美国国内的金融操作，它对全球都有深远影响，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冲击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兴市场的外债大多是美元计价的，美元降息，借美元的成本下降，短期内他们会觉得压力减轻，但长期呢？长期反而容易掉进陷阱，因为一旦美国财政问题拖累美元体系，美元波动会更大，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风险就更高。简单点说，短期是松口气，长期是风险加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开始加速去美元化，转向黄金、能源、数字货币来分散风险。说到美联储降息，你可能会想，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因为全球资本就像一条河，美国降息相当于把水闸打开，水流不只会在美国境内流动，它会冲击到全球每一个市场。先看港股，前面已经说了，港股资金来源高度依赖外资，美联储降息，全球流动性增加，外资自然会寻找低洼市场，港股就是受益者。但更深层的影响其实在人民币。为什么？因为美联储降息意味着美元走弱，理论上这会给人民币带来一定升值压力。
可现实更复杂。一方面，中国出口受益，因为人民币相对美元更稳，出口价格竞争力提升；另一方面，资金面临进出的博弈，如果外资大规模回流港股，对大陆市场的分流就会加剧。换句话说，美联储降息对中国不是单向利好，而是一个双刃剑。它既可能让资本涌入中国相关市场，也可能让大额的资金被抽走，形成竞争。再放眼东南亚，美联储降息，美元流动性增加，看似对东南亚国家是大利好，毕竟这些国家普遍缺资金，靠美元融资是常态。但问题在于，一旦资本大量涌入，推高了资产价格，短期繁荣之后，很可能留下巨大的泡沫。等到美联储下次收紧时，这些国家就是第一个被收割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越南、印尼、泰国这些国家，表面看在资本流入下欣欣向荣，但背后对美元依赖更深，一旦风向转变，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。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，从1997亚洲金融危机到2013的缩表恐慌，都是类似的逻辑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普通人呢？降息听起来离我们很远啊，但其实你的财富正被这场全球的货币博弈暗暗影响。先说存款，美联储降息意味着全球进入宽松周期，利率整体下行。利率下行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存钱越来越不值钱。你存在银行里的每一块钱看似没动，但购买力在被悄悄稀释。尤其在通胀环境下，你会发现物价涨了，钱变少了。再说投资，美联储降息，资金涌入风险资产，股票、黄金、比特币这些都会走强。换句话说，敢于承担风险的人可能借此获得财富跃迁，而只抱着现金不动的人反而是被动的输家。这就是所谓的财富转移。钱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是从一部分人手里流到另一部分人手里，而降息就是转移开始的信号。那问题来了，普通人该怎么办？第一，别只抱着现金，现金只能博短期安全，长期一定贬值。第二，学会配置资产，黄金可以作为底仓对冲，比特币可以少量参与博弈，股票要看长期趋势，不要盲目追高。第三，看清方向，资金最终会流向哪里？一定是那些能承载长期增长的领域，新能源、科技、数字经济，这些才是资本的避风港。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是既没守住现金，又没抓住资产。比如有些人看别人赚钱了，忍不住高位冲进去，结果下一波波动直接被收割。最后再拉回到美联储本身，有人会说，这次降息是不是美联储的妥协？我觉得更像是它的宿命。因为美国的财政漏洞已经到了必须靠货币政策兜底的地步，不降息，财政撑不下去。一旦降息，美元霸权的根基又在被稀释。所以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其实是互相绑架。财政需要降息来续命，美联储又怕降息过度动摇美元信用。两者之间的博弈就像走钢丝，一步走错就是全球震荡。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大的悬念。这次9月的降息不只是一个数字游戏，而可能是全球金融格局转折的开始。如果美联储后续继续宽松，那全球将进入一个资产膨胀时代。黄金、比特币、股市会不断刷新纪录。但与此同时，全球金融风险也在积累。美国财政的漏洞可能变成全球的黑洞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既是机会，也是陷阱。关键看你能不能在波动中抓住真正的方向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